系统开启传送之门。这什么破地方？我不是在出租屋吃泡面吗？我竟然穿到了古代饥荒年，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饿死鬼身上。这泡面也穿越过来了。叮，双穿门系统激活成功。系统，宿主每攒够100异性情绪值，即可兑换一次古今双向穿越的机会。太好了，还能穿越回去。可是我要怎么积攒异性情绪值呢？好心人，给口吃的吧，我5天没有东西下肚了，我用弩口换怎么样？异性情绪值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我操！这个可不换，这是我媳妇儿。是你媳妇儿啊？还好，吓我一跳。瘦得跟竹竿一样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要卖的是这个。好美的姑娘！叮，检测到符合绑定条件的女性沈小水，请问是否绑定？太好了，绑定！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就用吃食来换。哎呀，老头儿，你找谁买弩口不好，非得找一个穷得响叮当的陈浪？就是陈浪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有吃食买女人？再说了，这丫头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的，白送还差不多，谁会拿粮食来换？哼！换了。这是何物啊？闻起来挺香的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能拿出什么粮食来换，原来是这破玩意儿。和你们说不明白，这个是用油炸过的白面。什么？居然是用油和白面做的，怪不得闻着这么香。总算把这病秧子给卖出去了，快吃，别一会儿人反悔了啊！好吃。你饿不饿？你不嫌弃我？我力气小，干不了重活，他们都嫌我浪费粮食，所以一直没人肯买我。嫌弃什么啊？你是人，不是货物，以后没人能把你换来换去。别怕，以后你不会再挨饿了。陈浪，你小子疯了！这灾荒年，你拿着白面换个娘们儿？这姑娘跟了你，也是饿死的命，还不如跟了我。我家好歹还有半缸米糠呢。我陈浪今天就把话放这儿，以后我不但要养活他，我还要让他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们不服，走着瞧。有了穿梭古今的能力，钱粮还不是手到擒来。检测到沈小水感动值加50，目前传送门开启进程50%。原来是这样攒进度的，那就更得好好照顾他了。我带你回家。要说呀，早晚得出事儿，到时候哥儿几个可别客气，给大家睡个小美人儿。3天时间一到，这娘们准饿死了，要不就跟别人跑了，大伙儿都看着呢。
这屋子虽然简陋，但好歹能够遮风挡雨。夫君，你肯收留我，还给我饭吃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我以为恩人埋我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没有，你要是愿意这么叫，也可以。夫君，你也吃。你身子弱，你吃吧，我有办法弄到吃的。夫君肯定是为了把饼子留给我，才特意这么说的。夫君，你要是饿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叮，检测到沈小水感动值加50，双川门能量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满了，终于可以回现代了。小水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就回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系统开启传送之门。真的回来了，没想到这双川门还能自动换装啊！饥荒年最缺的就是粮食，大米、面粉、猪肉、食用油，通通加购。这个王老二那帮人虎视眈眈，我一个人护不住小水，买个这个正好用来防身。手里的钱不多了，先买这些挺一阵吧。这玻璃在古代那就是价值连城的无瑕琉璃，把这个也带上，正好换成钱。系统开启穿梭之门。小水，不好，小水有危险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男人跑了，跟了我们哥俩，好歹给你一口米糠吃啊！啊，来吧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回来了，我们还以为你跑了呢。浪子，反正你又养不起，不如我给你点米糠，让老子也爽一爽。你再敢看他一眼，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好饿呀！就你那点米糠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天哪，是大米！这年头还能看见大米？你哪来的？关你屁事！王老二刘麻子，光天化日撕扯良家妇女的衣服，按我们村规罚半升米糠。村长，他是个买来的奴狗，又不是良家。1升米糠，再多嘴罚2升。振浪啊，人救下来就好。不过呀，3天后就是村祭了，按照规定呢，今年该你们家来办。村祭？那是什么？村祭当天，全村都要去你家祭拜神明。你不仅得准备祭品，还得准备全村人的吃食。咱们全村都等着这次村祭呢。对啊，是啊。我不是为难你，你要是真拿不出，我到别家去想想办法。只是，村长，这规矩不能换，拿不出祭品就该把破屋充公，扔滚出村子。对，没有祭品就得滚蛋。3天后村祭的粮食，我出。陈浪，你可别逞强啊！现在是饥荒年，村里这么多人口，要的粮食可不是小数目。我陈浪说到做到。
3天后村祭的粮食我出，让全村人都吃顿饱饭。他哪来的力气？就那一小袋大米，够谁吃的？我看他呀，就是吹牛皮。3天之后，我看他拿什么交差。呸呸！哼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夫君，这些都是你弄来的。不然呢？我说了不会让你挨饿。虽说我能穿回现代买粮食，但要请全村人吃饭，手里这点钱根本不够。当务之急得先赚钱。夫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能让我们赚大钱的宝贝。哎，你身子弱，多吃点鸡蛋补补身子，别省着。夫君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叮，检测到沈小水爱意值加50，目前双船门开启进程50%。等把琉璃杯当了，就有钱给小水买好东西了，到时候就能再开启一次双船门了。哎，去！要放的别进来，赶紧出去！你们掌柜在哪儿？我来当东西。你能有什么值钱玩意儿？是捡来的还是偷来的？告诉他，我们当铺不收破碗烂鞋。听见没？赶紧走！破烂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？你这脏手，别碰！你这位公子，这是无瑕琉璃啊！老夫干了30年当铺，从没见过这样的。掌柜的，你不是说这是破烂吗？你不要我去别的店。别！公子请留步，刚才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店小二胡言乱语，可不是老朽的意思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公子赔罪！公子饶了我吧，小的嘴贱，小的有眼无珠。公子，这东西我收了，您开个价。20两。200两。200两，公子啊，虽说这琉璃珍贵，但这200两实在是……既然你不是诚心想要，我到别处再问。200两就200两。公子，以后若还有这样的宝贝，一定要先光顾小店，价钱绝对让你满意。夫君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。有肉香，陈浪家飘出来的，这该不会是偷的吧？不好说。走吧。这小子不简单啊！昨天还跟咱们一样啃树皮，今天就吃上肉了。你说他是不是挖到银子了？嗨，管他挖到啥，反正他发了，咱俩啥也没捞着，连个野菜都没挖到。今晚去谈谈。我看行，就当是他给咱们的赔偿。走。小水，你穿的这是什么？夫君，是你上次带回来的，说是睡觉的时候穿的，我试了试。上次回去的时候时间匆忙，随手加了一件女士睡衣，根本没仔细看款式，没想到是这种。那个，我买错了，你还是换回原来的吧。夫君，是不是不好看？不是，是太好看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夫君，你看看嘛，我好不容易穿上的。我出去看看。走，
沈浪肯定把好东西藏到厨房了，不会被发现吧？哎呀，你怕什么？他一个瘦猴还能打得过咱俩？哎，你拍我干啥？你拍我？啊？看来不让你们吃点苦头是不行的。是谁？陈浪！是不是你？老子没完饭！刚才是王老二和刘麻子过来偷东西，我把他们给赶走了。过几天我要出去一趟，筹备村集要用的粮食，你一个人在家注意安全。夫君放心，我会守好我们的家。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睡吧。夫君，小水，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这辈子我只跟着你。检测到沈小水爱意值加50，双船门进度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沈小水爱意值到达顶峰，奖励宿主无限大的随身空间。刚好我认识做古董回收的朋友，找他卖了这银元宝剑。大开门的老货，没问题。浪子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没发现你家还有这样的宝贝。祖传的，不是迫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拿出来卖。你出个价，合适我就卖了。那就按市场价，一个50万，2个一共100万，成交。钱包到账100万元，终于有钱了，这下能放心买粮了。这些粮食够我吃一阵了。没想到这系统还给了我空间，这样我就能带很多东西穿梭两界之间。系统，开启穿梭之门。陈浪，3天时间到了，你说让全村人吃顿饱饭，人呢？陈浪，出来，别装死。就是，我饿死了，要不进去看看？该不会是跑了吧？我就说嘛，一个穷的叮当响的饿死鬼，拿什么请全村人吃饭？他要是真跑了，村祭怎么办？今年就指望着这一顿呢。我家孩子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。小娘子，你出来啦！夫君他去买粮了，很快就回来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他去买粮了。就他拿什么买粮？拿命买吗？况且现在各地都缺粮，粮食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。对，夫君他说了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的。小娘子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男人80%是跑了。这灾荒年，谁不为自己做打算呢？啊，他把你扔在这儿，就是想让你等死。不会的。各位乡亲都看到了吧？陈浪跑了，他耍了咱们所有人。按照规矩，他家的破屋应该充公。对，充公。夫君没有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哎，小娘子啊，乖乖跟着哥哥我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放手！王老二，谁说我跑了？哎呦！你要是不想断手，就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。夫君，我以为你不回来了，他们都说你跑了。放心，我就算跑，也会带着你一起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全是粮食啊！我陈浪说了，村进的粮食我出，我陈浪说到做到。
哇，你瞅瞅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这灾荒年，到处都缺粮食，他从哪弄来的？这肯定是上面撒了一层米，下面全是糠。对，肯定是造假。我扒开看看。我说了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的东西。陈浪，让大家看看吧，乡亲们都等着这顿饭呢。你别说，这是大米啊！哇，真的，全是大米啊！哇，这得多少斤大米啊！是啊，陈浪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从哪弄来这么多粮食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，你再敢看他一眼，我就挖了你的眼睛。陈浪，我警告你啊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老子碰他怎么了？他一个奴口，老子摸两下是看得起的。哎呀！跟打我兄弟找死！这是什么法器？这是天雷，是天雷！你当我是开玩笑的？浪子，浪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饶我这一回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他要挖我眼睛，你快拦住他呀！哼，这些年你在村里欺负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就是抢我家鸡的时候，你可比现在横多了。上次还摸我媳妇屁股，我早就想收拾你了。你们见死不救是吧？我可有你们好看！陈浪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大哥可是镇上聚财赌坊的头号打手，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让我大哥把你猪吃肉酱！说完了，说完就乖乖躺好，否则没的可就不是眼睛了。留你一只眼睛，只让你看清楚，以后见到我和小水绕着走，否则另外那只也留下。哼，夫君，吓着了吗？夫君，我只是一个奴口，你不必为我做到这个份上的，不值得。什么奴口不奴口的？你是小水，是我陈浪的媳妇儿，你受欺负就是我受欺负，以后不许再这么说。检测到沈小水感动直销50%，目前双春门开启进程50%。村长，这些粮食够村记用了吗？够了，别说1顿，3天都够了。那就劳烦村长派人把这些粮食给搬走，准备村祭。今天大家吃好喝好。来，快搬！走。哦，对了，村长，我还有个事想麻烦你啊。咱们村东头的那块地，我想买了盖房子，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那片荒地啊，本来就不值钱，你想要啊，10两银子就成。那就多谢村长。你想盖个什么样的院子？我认识几个靠谱的工匠，帮你张罗张罗。我想盖个青砖带瓦的院子，材料嘛用最好的，工期越快越好，工钱加倍。什么？青砖房子？那可是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住得起的呀！来，钱不是问题，这50两是定金。浪子，你家盖房子还缺人不？我力气大，管饭就行。还有我，对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这银子说不定是他偷来的呢。饥荒年盖砖瓦房，就是有钱烧得慌，这家底儿早晚得被你败光。哼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我说的不对？本来那么穷，却忽然这么有钱，这钱啊，一看就来路不正。有能耐别光给自己盖啊，给我们谋点好处啊，是吧？好处当然有，我家盖院子。凡是过来干活的村民，管1日3餐，每顿都有大米饭，并且每人有10文钱工钱。哦，对了，唯独与刘王两家交好的人，我一个不收。毕竟我这来路不干净的银子，可不敢污了你们的手。村长，麻烦你帮我张罗盖房子的事，这点钱当做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有我帮你看着，保证把这院子盖得让你满意。敢问可是陈浪陈公子？在下清水县张主簿家的管家，久仰公子大名，今日特来拜访的。久闻我的大名，可是我鲜少去县里。公子说笑了，
如今清水县谁不知道公子手里有海量的白米？这大钱遍地饥荒，唯独公子手里有米。在下今日来，是想跟公子求购些粮食。原来是我前几日为村妓准备大量粮食的事，被县里知道了。哎呦，县里当官的都来求咱浪哥买粮了。那可不，整个清水县谁有浪哥这本事？公子，县里的米粮商铺都因为闹饥荒纷纷关门了，如今是真金难买一粒米呀。这样，公子手里有多少米，我收多少米，5两银子一担。公子觉得如何？5两？在下清水县赵县尉家的管家，特奉我家大人之命前来拜见陈公子。在下是镇上首富李府的管家，我家老爷备了厚礼，还请陈公子过府一叙。你们懂不懂先来后到？陈公子手里的米已经被我包圆了，你们回去吧。陈公子，在下愿意出比张家多2倍的价钱来买公子手中的大米。我们李家最不缺钱，我们愿意出3倍。我正愁光有钱没靠山，这就送上门来了。各位别急，粮食你们要多少我有多少。陈公子，你这话当真？不是我们不信，实在是如今泉州闹饥荒，官府的县仓都空了。你说要多少有多少，货就在此，真金白银，现货现结。但是我今天只说一次，货我有的是，但是能拿多少，就看各位的诚意了。陈公子，我张家愿意出15两一担的价，先定500担。今日先付你30%定金，货到后尾款立刻结清。500担，15两一担，那就是7500两银子。陈公子，我赵家也定500担，也出15两一担。另外，我家老爷在镇上有些权力，陈公子有任何事尽管来找啊。陈公子，我们李家在周围10几个镇子都有铺面，公子要想扩散粮源，我们李家愿意帮忙。各位，这个合作我答应你们：1是为财，2是想与3位大人结个善缘。3日后，各位来这里取粮。这是定金，陈公子收好。哎，陈公子，这是我的定金。陈公子，好，浪子不得了了，一下子就赚了这么多银子。夫君，你真厉害。检测到沈小水崇拜之家50，双船门进度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不仅赚了近10万两的定金，还搭上了镇上最有钱、最有人脉的3大家族，官府的门路也铺好了，这波彻底站稳脚跟了。对了，夫君，3日后我们要凑齐3家1500担粮食，咱们凑得够吗？别说是1500担，就算是1万担，我也拿得出。我这次要离开2日，你收好家里。好。系统开启传送门。你好，是万和粮油吗？我要大批量采购粮食，我要10万斤的大米和面粉，您这边能不能供货？什么10万斤？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就是10万斤。先生您放心，我们是本地最大的粮油批发商，货源绝对充足。您要的量这么大，我给您按最低批发价。大米1块8一斤，白面1块7。价格好说，就是今天下午5点之前，你送到我给你发的地址。没问题，绝对准时送到。陈总，您看这些货都是最新的日期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剩下的都在仓库里面。来，好，钱已经转过去了。陈总，以后你找我要货就给我打电话，保证最低的价格，最好的货品。好，系统全部收纳。系统开启穿梭之门。陈公子，你竟然真的都备齐了，那这是尾款。哎呀，公子真乃神人也呀！如今泉州都拿不出这么多的上好精米，公子3日备得妥妥当当。哎呀，在下彻底服了。这是尾款。哎，这是我的尾款。各位，以后缺什么米面粮油，尽管来找。好嘞，告辞。夫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检测到沈香水仰慕之家50，目前双船门开启建成50%。
这才只是开始，有双川门在，整个大秦的生意早晚都握在我手里。他娘的，不仅挖了老子的一只眼睛，还发了这么大一笔财，咱们现在要怎么办？就这么认栽？去他妈的吧！想让老子认栽，没门儿！走，找彪哥去。走。王老二又想搞什么鬼？看来我得提前买点厉害的武器防身了。现代的钱没多少了，得抓紧赚才行。哎，这古代的工艺带到现代那就是古董，可是现代对古董查得严了，搞不好还得吃牢饭。卖虫草了，新鲜的吃阳草，有人要吗？卖虫草了，新鲜的吃阳草。检测到符合绑定条件的女性苏玲，请问是否绑定？太好了，绑定！绑定成功，又多了一个能攒情绪值的人，双倍的获取速度，以后穿梭门随便开。今天又是一株都没卖出去，要是还不上爹生前欠下的赌债，他们就要把我卖到窑子去。这是顶级的野生冬虫夏草，现代这种品相的，一克就要好几万，这一篮子起码值几百万。古代人居然不识这宝贝的价值，只当是山间野草，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。姑娘，这东西怎么卖？这都是我在后山采的，5文钱一株，公子若是全要，这些算70文。70文，折合现代也就几十块钱，换几百万，这简直是在捡钱。好，我全要了。全要？给。公子，这太多了，这些银子够买100株了。这定钱我有的是，以后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那公子贵姓，家住哪里？我采好了给您送去。我姓陈，住在柳树村。你呢？我姓苏，单名一个林字。好，苏姑娘，3日后我再来，咱们在这见面。好，多谢陈公子。检测到苏玲感动之家50，双船门进度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这么容易就加情绪值了？苏玲，你个臭娘们儿，老子找你3天了。你爹生前欠我们赌债30两，今天必须还，拿不出钱来就跟我们走。万花楼的妈妈开价50两，还剩20两，给老子喝酒。我就这么点钱，况且那是我爹生前欠的赌债，又不是我欠的，他已经死了，你们凭什么找我要？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呀。你拿不出钱来就拿身子抵喽，这道理到哪儿都能站得住脚啊！就是，不行，进了窑子我就全完了。陈公子，对不起了。这是我丈夫，我已经有丈夫了，你们不能把我卖窑子里去。丈夫哪冒出来的？敢跟彪哥抢女人？哼，我看是活腻歪了。让他转过来，我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。是你？你认识他？彪哥，就是他打了我跟刘麻子，而且还弄瞎了我一只眼。彪哥，你可得给兄弟们报仇啊！就这小身板，彪哥，你别小看他，这小子身上有古怪，上次拿个能放电的玩意儿，当场就把我放倒了。彪哥，这小子家里还有个女人，和这娘们一样水灵，而且他家里有好多大米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哦，不能让他们带走苏玲，我还要靠他积攒情绪值，开启穿梭门呢。他的债我还了。本来把债还上就算两清的，但是你打了我兄弟，弄瞎他一只眼，这笔账咱们今天也得算一算。小子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跟老子单挑，赢了债一笔勾销，人你带走；要是输了，你家那个小美人儿和苏玲都归我，你家的粮食也得给老子全拉过来。陈公子，你快走！张彪是来财赌坊的头号打手，力气大的能打死一头熊。你不要跟他打，你快走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解决。力气再大又有什么用？在现代防身武器面前，也只能乖乖趴下。小子，前面有个无人的小巷子，你有种就跟我过来。
来吧，叫老子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！彪哥，别把他一下打死啊，留口气，我要亲手挖他一只眼。哼，小子，老子让你3招。来吧。呵，怎么吓得不敢动啊？行，你不来，老子来。这跑，快跑！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再敢来找事，就不是飞一只眼睛这么简单了。陈公子，你回来了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放心吧，都解决了。陈公子，你帮了我这么大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我什么也没有了，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愿意以身相许。反正我在这个世上也没有什么亲人了，你若肯要我，我就跟你走，伺候你一辈子。检测到苏灵爱玉之家50，双城门进度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好，你跟我回家。先带灵儿回家安顿好，就开穿梭门，把虫草卖了换大钱。走吧。夫君，你回来了，寿汤马上就炖好。小水，这是苏灵，我见她可怜，就把她给带回来了。小水不会生气了吧？妹妹长得真漂亮啊！你不生气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夫君这么厉害，多几个姐妹是应该的。我一个人还怕照顾不好夫君呢，有妹妹来帮忙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我叫沈小水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一起服侍夫君。谢谢姐姐。谢什么？我刚炖了肉，可香了，妹妹肯定饿了吧？小水、灵儿，你们先在家，我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夫君放心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发财就靠你了，老板，卖药材。这是野生的冬虫夏草。是的。品相完美，根须完整，色泽赤红，这是顶级的野生冬虫夏草啊！小伙子，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在山上发现的。好，我称一下重量。1株2克，一共37株，总共75克。按当前市场价来讲，野生赤阳草每克5万，我出5万2，你看怎么样？每克5万2，总共是390万。好，成交。好，钱包到账390万元。390万，买点现代真理，足够了。你就是昨天线上联系的那个人？不错，我的货带来了没？大家伙，要过段时间，只能弄来个小的。打开。这个是目前国际上最新款，威力巨大，一发子弹就能打穿5个人。不错，多少钱？枪加200发子弹，一口价50万。果然是爽快人，以后再有什么新货都给你留着。你看，我给你们带了什么？夫君，这是什么呀？5颜6色的，像宝石一样，好漂亮呀！哎，这是水果糖，来。糖好甜呀，这比镇上蜜饯铺里的蜜饯还要好吃。我说过，你们跟着我，自然要给你们最好的。沈香水感动之家50，苏灵感动之家50，双船门进度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陈浪，你快给我滚出来，出来受死！别怕，我出去看看。陈浪，
你个狗娘养的，老子可算找到你了！上次在镇上，不知你用什么手段伤了老子，今天老子要不把你剁成肉酱，老子就跟你姓！哼，彪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杀了这小子，他的银子和女人，这都是咱的了。在这饥荒年代，咱们也尝尝鲜呐！受死吧！陈老，你用的什么邪火呀？我警告过你，王老二，是你自己不听。光天化日持刀闯民宅，杀人抢人，你当我家是你的后花园？老子跟你拼了！呀！答得好，张彪这爱千刀的，在镇上横行霸道这么多年，害死了多少人？陈公子，这是为民除害啊！对啊，陈公子手里这是什么法器啊？居然还能引动天雷！那啪的一声，这恶人全都放倒了，这是神仙下凡啊！把这几个杂碎给我绑起来，送到衙门去。光天化日持刀闯宅，杀人行凶，自有官府处置。是。走。夫君，你刚刚吓死我了，还好你没有事。没事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们。张彪等人进了衙门，没个几年出不来，聚财赌坊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需尽快搭上官府的线，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毒瘤拔了。陈公子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大人，里面请。哎呀，陈公子啊，在下冒昧登门，是有事想请公子帮忙啊。何事？赵管家尽管说。是这样的，陈公子，你的粮食在县里已经出名了，如今有好几位县里的乡绅啊、员外都托我来跟公子求购粮食，价钱陈公子随便开，我绝无二话。粮食嘛，我倒是有啊，但是最近不太方便。陈公子有什么难处尽管说，我们能办到的绝不推辞。我最近确实遇到了个大麻烦，刚才被我送进县衙的张彪，他是聚财赌坊老板的左膀右臂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这粮食的生意，怕是要放一放了。公子尽管放心，这件事儿交给我们。我家老爷啊，就是县里的赵县尉，专管县上的治安刑狱。这聚财赌坊啊，为祸乡里，我们家老爷早就想办他了，只是一直没有证据啊。也不用如此大动干戈，我只是想借一借赵县尉的事，剩下的我自己解决。这简单，我这就回县衙禀报我家老爷。告辞。想跟我斗，那我就让聚财赌坊从清水县消失。哼，一个乡下泥腿子，竟敢动我的人，如此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爷，您息怒。听说这陈老手里有邪门的法器，一出手就能伤人。赵彪兄弟就是着了他的道了。老子今天非带人砍了他不可。哼，走。你是谁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还想砍了我？你丫的就是陈了。没错，小子，你还敢来这里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今天老子非他妈剁了你不可！上！张彪带着人光天化日之下闯了我的宅子，杀人抢人，我杀了他，那是正当防卫。就算是闹到知府那里，我也占着理。反倒是你这赌坊沾了多少人命，放了多少阎王债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小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做笔生意。你这赌坊连地皮带铺子，还有里面的所有东西，我算了一下，最多也就3000两银子。这里是5000两，你这赌坊我买了。你他妈疯了！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了你吗？杀我？你可以试试。我敢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，就有把握让你赌坊里的每一个人都活不成。你忘了张彪是怎么输给我的？要不要你也尝尝？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拿着这5000两，
滚出清水县。第二，我现在就让赵县尉的人进来，抄了你的土方，把你抓进大牢。到时候别说是银子，你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我选一，我选一。算你识相，给你半个时辰，带着你的人滚出清水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！一个爱天斗的，终于滚出清水县了！你害死我的儿子，逼死我媳妇儿，今天就是你的报应！滚！永远别再回清水县！滚！滚！陈公子，您为民除害，拔掉了清水县这颗最大的毒瘤，我代表全县老百姓感谢您。赌方到手，民心也收了，一举两得。各位乡亲，从今天起，这家赌坊改为陈氏粮行，以后大家买粮都可以来这里。好。夫君，今日你孤身闯大都坊，我和姐姐在家心都要跳出来了。是啊，夫君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孤身犯险了。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我和灵儿都活不下去了。哎呀，是我让我的2个宝贝媳妇担心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现在这赌坊已经成了我们的粮行，以后在这清溪镇，没有人敢欺负我们。夫君，我们生生世世都只跟着你。怎么感觉最近村子里冷清了许多？哎呀，听说啊，村里有不少人咳嗽发烧，感了风寒，躺床上起不来了。哎，这季节变天，容易感冒，躺2天就好了。村里有好几个人生病。对啊。浪子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就是普通风寒，扛几天都过去了。古代医疗条件差，万一是瘟疫传播起来，就是成片的死，不能大意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小水、灵儿，你们最近都别出门了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最近村里有不少人咳嗽，我怀疑不是普通风寒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待在家里，哪儿也别去。夫君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先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不管是不是瘟疫，去现代买点预防疫情的物资总没有错。夫君放心，我和妹妹会看好家的。西头，开启传送之门。口罩、消毒液、板蓝根也买点，还有白醋，煮了也能消毒。收。西头，开启穿梭之门。陈浪，你拿口锅干啥？要当街炒菜啊？我操，这什么味儿啊！陈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的天哪，那不是醋吗？饥荒年粮食都不够吃，你居然拿醋往锅里倒，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就是啊，有钱也不能这么霍霍啊！醋能杀菌消毒，用白醋熏一熏，能杀灭空气里的病气。杀菌消毒啥玩意儿？陈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从古到今，谁拿醋往空气里泼啊？有钱人也不能这么烧啊！就是，现在人生病多正常啊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我看陈浪啊，就是太怕死了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村东头死了好几个人，大夫去看了，说是瘟疫。瘟疫！大夫说传染的特别快，一个人得病，一家子都跑不了。今天一下子就死了3个。那我们早上还跟村东头的人说过话。哎呀，那咱们村岂不是也？陈浪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哎，对啊，浪子，你救救咱们村吧，你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有，但是所有人必须听我的安排。陈浪，你要是有什么好办法，赶紧说出来，咱们村110口人的命全指望你了。这是啥？蒙面布？这叫口罩，戴在脸上，能有效的阻隔病气从口鼻传入。这个是板蓝根，一种草药提炼而成，每人每天必须喝1碗，能有效的预防传染病。这能行吗？你们要是不想死，就按照我说的做。都听见了吧？就按陈浪说的做。浪子，我们也不白要你的东西，这样我让全村人凑出50两银子给你。哎，不用，这得了瘟疫谁都跑不了。我再救你们，
也在救我自己。哎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要是没有你啊，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对啊，你收着吧，是拿着吧，收着吧，拿着吧，收着吧，大伙儿都听你的。那行，那我就先收下。夫君，外面怎么回事？我听见村里闹哄哄的。瘟疫爆发了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必须按照我说的做。这是口罩，出门必须戴，回家才能摘。这个戴在脸上啊，我教你们，这样。夫君，我们像不像蒙面女侠？像，不过不像女侠，像压寨夫人。苏林害羞值加50，沈小水害羞值加50。这个是消毒水，每天屋里屋外、桌凳全部都得喷一遍。我来做，夫君放心。大人，太和堂的大夫说，这次的瘟疫来势凶猛，染病者高烧不退，咳嗽不止，重者3、2日便不治身亡。他们也没有治疗的办法。朝廷拨的药材和银子还在路上，等到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快发烧了，额头烫得像火炭一样。什么？大人，下面的人来报说，柳树村在这次瘟疫中染病的人极少，几乎没有死人。据说那村里有一个高人提前预知了瘟疫，早早让全村人戴上了怪异的蒙面布，硬是把瘟疫挡在了村外啊！高人，快被叫，我要亲自去柳树村。见过大人。不必多礼。你们村高人在哪里？高人？哦，大人说的是陈浪吧？啊，草民这就带您去找他啊，请。陈浪，知府大人来了。你就是那位高人？高人不敢当，草民陈浪见过知府大人。能预知瘟疫、控制疫情的，竟然是个年轻人。陈浪，本官听说是你提前预知了瘟疫，让全村人戴上的那蒙面布，还用醋熏了空气，所以柳树村才几乎无人染疫啊！啊，是。大人，这是口罩，戴在脸上能有效阻隔病气从口鼻进入。这是什么材质？本官从未见过。具体材质说来话长，大人只需要知道它能挡住病气即可。倒是轻便。这是消毒液，喷洒在物体表面，能杀灭病气，跟村里的熏醋差不多。陈浪，本官就不给你绕弯子了。清水镇瘟疫肆虐，染病者已过100人，本官出500两，买你这些防疫用品。可以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这些只能预防病，已经染病的人光靠这些不够，要治得让我亲自看过患者，才能确定是什么病，才能对症下药。你还有法子治？有。陈公子大义，本官替清水镇的百姓多谢了。哇，堂堂知府大人，居然向一个平头百姓行礼。是啊，看来浪子这是发达了呀。大人不必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跟大人入阵。请。哇，浪子真是出息了啊！出息了，浪子出息了。大人，小姐的病情越发严重了。周大夫，这位是陈浪陈公子，柳树村的疫情就是他给控制住的。哼，就是那个让全村人往脸上蒙布的。哎，按规矩进病房需蒙布。哎，这个布没有用，这种普通布料挡不住病气，要用这个。周大夫，你也带上。哼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老夫行医30年，进过的病房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一块白布蒙面即可，何须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？病气细小，肉眼根本无法看见。普通布料在病气面前跟敞开的大门没什么区别。周大夫行医30年，想必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吧？
连我这个做父亲的进去都要鼓起勇气，他一个外人竟然想都没想就进去了。哼，一个种地的泥腿子，仗着几块破布也敢在知府大人面前出风头，还想抢老夫的饭碗，不自量力。检测到符合绑定条件的人物林婉儿，宿主是否绑定？这可是知府千金啊！我绑定他不想活了。先不急，看看情况再说。小姐是从昨天傍晚开始发热的，今天早上更严重了，熬的药也喝不下去，喝了就吐。除了发热，还有没有其他症状？咳嗽，浑身疼，小姐一直说头疼的厉害。还有，今天早上小姐咳了一次血。哼，这瘟疫老夫已经琢磨了好几天，都没有找到治疗的法子。你一个泥腿子还能比老夫强？琢磨了好几天都没想好怎么治，周大夫还挺骄傲。哎，你够了，周大夫，陈公子是我请来帮忙的，如果你要没有其他好的办法的话，就不要妨碍别人。是，老夫暂且看看。大人，我需要回去一趟，根据小姐的病情配置专门的药物。可有把握？有。好，那本官就给你3日时间。3日足矣。哼，一个泥腿子还想3日找到治疗瘟疫的法子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看你3日后如何交差。王中医，你好，我是上次卖池阳草的陈浪，我现在又来了一批新货，品相非常好，你要不要买？另外，我有个朋友生了病，想让您帮忙看看。陈老弟啊，你可算来电话了，快来快来，我在店里等你啊。好。陈老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让我看看货。哎呀，这批货比上一次还要好啊！陈老弟，你家里到底还存了多少？这品质一株比一株好啊！王中医，家里还有一些，这些你先称一称。好。哎呀，一共是113克，还按老价钱5万2一克，我给你凑个整数，590万，成交。钱包到账590万元。王中医，我还有个事想麻烦您。你说。我有一个朋友生病了，人在外地来不了大医院，我把他生病的样子记了下来，您帮我看看他得了什么病，该怎么治。陈老弟，以你朋友的这个症状来看，很像是季节性流感。这病啊，搁以前就是瘟疫，可现在就是小毛病。我跟你说几种药，你让你朋友去药房买了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王中医。这些是王中医推荐的药，现代的医疗水平应对古代的瘟疫，那简直是轻而易举。对了，再带一些口罩等防疫物资回去。系统开启穿梭之门。配好了。啊，又配好了，陈公子。太好了。这就是你配的药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老夫从没见过这种药。当然，他拿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说是药，谁知道是不是毒啊？这真是药。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能够治小姐的病。好，我信你。装神弄鬼，一个泥腿子能有什么真本事？等小姐喝了你的药出了事，有你好看的。小姐，小姐你怎么了？婉儿，大人，您亲眼看到，小姐吃了这个泥腿子的药，不但没好，反而吐血了。此人居心叵测，是想谋害小姐性命。陈浪，
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大人，老朽早就说过，此人居心叵测，这个泥腿子哪懂什么医术？来人，把这个谋害小姐的凶手拿下！吐出来就对了。什么？荒谬！这吐出来的黑血是肺里的淤毒，吐不出来才会死，吐出来那就说明这药起了效果。哼，荒谬！吐血还能有好事？大人，此人是在狡辩。大人，快将这凶手拿下！慢着。婉儿退烧了，退烧了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老夫行医30年，老夫从没见过这种治法。你没见过，难道就不存在吗？周大夫，你污蔑救人者，这就是你的医德。周大夫，你身为县衙医官，面对疫情束手无策，反而恶意重伤救命之人，耽误全县百姓的救治，还差点害了小女的性命，你可知罪？大人饶命！老朽知错了，再给老朽一次机会吧。哼，机会？本官给你机会。那些染病的百姓，谁给他们机会？来人，革去他的医官之职，杖责20，赶出清水县。是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陈公子，多亏有你，不仅救了小女的性命，如今全县百姓的性命也全系在公子身上了。不必言谢，这是我该做的。大人，大喜！全县最后一名染病的百姓已经痊愈了，瘟疫彻底平复了。奇迹，简直是奇迹呀！陈公子，你救了整个清水县呢！去，把我准备给陈公子的赏银拿过来。陈公子，这给你准备了1000两金银，是给你的赏银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此外，本官还有一桩要事想与你详谈，请。好。陈公子，你来了，多谢公子每日来复诊，婉儿才能好得这么快。小姐客气了，身体痊愈就好。坐吧。我闲来无事，按照这公子的身形缝了件衣衫，手艺粗陋，还望公子不要嫌弃啊。那这份心意我就收下了。陈公子，本官要与你说的事，就是小女婉儿的婚事。大人，这是何意思？自从你救了婉儿的性命以后，她满心满眼都是你，本官看得明白，她对你早已芳心暗许，情根深重。本官就这一个女儿，想将她许配给你，不知意下如何呀？多谢大人厚爱，不过草民不敢欺瞒大人，草民家中已有2位妻子，我绝不敢委屈了他们，更不敢委屈了小姐。陈公子，我不在乎你有家室，我也不奢求什么正妻之位，我只求能入府侍奉公子，哪怕是妾，我也心甘情愿，毫无怨言。既然婉儿心意已决，我作为父亲也请求陈公子，看在婉儿一片痴心的份上，就答应他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陈公子，婉儿此生定不负陈公子，毫不后悔。陈公子，这是婉儿的嫁妆，也是日后你们的家业。只要本官在这儿，整个清水县没人敢欺负你们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多谢大人，我定不会辜负小姐，护她一世周全。好，等本官亲自选个吉日，让婉儿风风光光的送入你府啊！哈哈哈！浪子，你的青砖黛瓦大宅院已经全部完工了，里里外外都按照你的要求布置妥当，就等你验收了。老天爷，这豪宅也太气派了吧！咱们活了一辈子，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房子。也就只有浪哥能住这样的宅院了，这可是咱们村头一份啊！各位，今日完工，工钱加倍，另外再每人领10斤白米。好。说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这才只是开始。夫君待我们的好，我们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检测到沈香水感动之家50，苏林感动之家50，林婉儿感动之家50。东家，不好了，咱们县里的粮行被人砸了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是万3千的人干的，他们来了4个人，上来就砸货架、掀米缸，他们还说放什么话，直说。
他们说整个州府的粮食生意都归万三千管，你要做这个生意啊，没门儿。夫君，那万三千是州府最大的粮商，听说和知州大人拜了把子，手底下养了不少打手。咱们别说是一个粮商，就算是知州来了，我也不怕。他想垄断粮食生意，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那夫君现在要怎么办？你们先在家待着，我去就回。开启穿梭之门。万三千想靠大米垄断市场，我直接换个赛道玩，看你怎么跟我斗。系统，开启穿梭之门。各位乡亲，这叫压缩饼干，1块顶3碗白米饭；这叫肉罐头，都是实打实的猪肉，一口肉一口粮，比吃白米还顶饱。陈老板，这东西贵不贵啊？现在白米都快买不起了。哎呀，不贵，压缩饼干就1文钱1块，肉罐头3文钱1罐，这比白米便宜1半还多。啊，这东西好啊，不仅可以吃饱肚子，还便宜。我各来5个。我也要，给我。这是我的。哎，你的。老板，那陈浪现在不卖大米了，在粮行门口卖什么罐头压缩饼干，老百姓都抢疯了。咱们县里的粮铺今天1厘米都没卖出去。哼，什么？我不让他买麦米，他给我搞这歪门邪道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蹦跶几天。给我砸！万东家说了，3天之内让这破粮行彻底在清水县消失。砸够了吗？砸够了，该算算账了。算账，小子，我劝你现在抓紧滚出清水县，要不然我废了你双条腿。全部压下去。是。陈浪，万三千背后是知州大人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竟然连岳父也没法动万三千。谁是陈浪？是我，阁下是奉旨督察州府军粮的楚凌霜。楚将军，贤许和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和万三千在一起勾结，哄抬粮价，囤积居奇，耽误了军粮征收？能处置万三千的人来了。万三千掌握了全州所有的粮源，边关战事告急，军粮的事情迟迟没有下落，再这样下去，边关就会失守。全城都知道，你现在是唯一能拿出大量粮食的人，不是你和他勾结，那会是谁？楚将军，你看看我这铺子，万三千刚让人来砸的。若是你不信，你可以去问问，他说3天内让我滚出清水县。那你可有法子凑齐军粮？价钱你随便提。自然能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给你凑齐军粮，你帮我对付万三千。这万三千克扣粮食，欺压百姓，桩桩件件都是死罪。咱们联手，既能解决军粮危机，又能为民除害，对你我都好。将军，咱们只剩2天时间了，要是再凑不齐军粮，边关就要失守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扳倒他们，我需要铁证。证据的事情放心，交给我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2天之后，你若拿不出军粮，贻误军机，我砍了你。系统，开启穿梭之门。陈总，10万个压缩饼干和5万个罐头已经全部都在这儿了。好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这些货我就先拉走。好嘞。楚将军要的粮食已经备齐，接下来是找到万三千克扣军粮的证据。我得去找个帮手。就要这款，要带高清夜场拍的。先生，您放心，这款迷你无人机机身飞起来几乎没声音，夜视效果拉满，录音也清晰，完全符合您的要求。好了，好嘞。万三千，知州大人，你们做的龌龊的事情，马上就要公之于众了，你们的死期到了。陈浪，你准备的10万军粮在哪儿？若是敢戏耍本官，军法处置。楚将军，请看，这是何物啊？我从未见过这种粮食。来尝尝。
尝尝。哎，将军，这东西也太顶饿了，吃一口肚子瞬间就饱了，比吃3碗糙米饭还抗饿。来，你也尝尝。将军，全是精瘦肉，比军中的干肉脯好上10倍不止。我征战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吃过这么顶饱的食物，这下边关将士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陈公子果然不是寻常人，之前是我都有得罪。楚将军，你现在相信我有能力合作了吧？当然，不过13000狡诈多疑，恐怕私屯军粮的证据不是那么好拿的。这个你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知州大人，楚灵霜来了，那女人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咱们克扣军粮的事儿，要是被他查出来，那咱们都得掉脑袋呀！慌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慌有什么用？赶紧想个办法，找个替罪羊，把锅全甩出去。替罪羊？这大人的意思是陈浪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今晚就把咱们私自克扣的300担官粮偷偷运到陈浪的铺子里，然后再伪造几封陈浪和北狄细作的往来密信，坐实他私藏官粮、通敌叛国的罪名。知州大人高明啊！这通敌叛国，那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啊！到时候有人想保他，那也保不了啊！军粮亏空的锅全让他给背了，那咱们可就高枕无忧了。栽赃通敌，私藏官粮，好狠的毒计！既然你们想玩，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哼！哎，万爷，陈浪私藏的官粮就在后院仓库，昨天晚上是我亲手帮他运进去的，他还让我别对外说呢。哦，什么官粮？还有你，夫君什么时候让你运送粮食了？我从未见过你，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！光天化日，你们竟然敢擅闯粮行，捏造证据，还有王法吗？夫君，他们诬陷你私藏官粮。别慌，有我在，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陈浪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私藏官粮，通敌卖国，铁证如山，你休想抵赖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，到官府见官。是，不必绑，我自己会走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去衙门正好说道说道。夫君，别慌，我很快回来。公堂之上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哼！大胆陈浪，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我无罪，我为何要跪？大人，陈浪他私藏官粮，偷盗军粮，勾结北狄，通敌叛国，这人证物证俱在，他还敢嘴硬？陈浪，13000状告你偷盗军粮300担，私通北狄，倒卖军粮，你可知罪？我不知罪，请问大人，罪证何在？这是从你铺子里搜出来的账本和封条，还有和北狄细作的通敌密信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陈浪让我们帮忙倒卖军粮，还要卖给北狄人，句句属实。哼！来人，判陈浪通敌叛国，死罪，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慢着！本官奉旨督察军粮一案，此案与军粮息息相关，本官不允许，谁敢定案？既然大家都想要证据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证据。这通敌叛国，那可是诛九族的死罪呀！妖孽，这是妖物！陈浪，你敢使用妖物祸乱公堂？对，这是妖物，你就是个妖怪，大家赶紧把他给杀了！什么妖人？陈公子明明是仙人，明明是活菩萨。是啊，以前张彪刘麻子欺负百姓，是陈公子赶走的；堵房害人，是陈公子救的；饥荒年，是陈公子给我们粮，救我们命。他是
造福一方的先人啊！就是万三千他们才是恶人，克扣军粮，哄抬粮价，他们才是妖孽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克扣军粮，残害忠良，欺君罔上，空敌卖国！来人，把这个奸人给我抓起来！陈浪，我死你也别活了，跟我陪葬吧！小心！楚凌霜，你傻不傻？凌霜，陈公子，这是西域七绝毒，霸道无比，已经顺着血液蔓延到五脏六腑了，老夫无能为力。陈公子尽快准备后事吧。我不会让你死，绝对不会。陈公子，人力不可为天啊，这毒天下无药可解。我有办法。系统开启穿梭之门。王大夫，怎么样？这毒你能解吗？经检测，这是神经性剧毒，能解。我马上去制配解药，1个小时左右就能配出来，这次绝对能救回来。王大夫，拜托了。好。多谢王大夫。好。这怎么和电视上的不一样？药全洒了，根本喂不进去。看来我只能使用那一招了。楚将军，对不住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楚将军，这药喂不下去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我明白，公子是为了救我。你为我挡刀，舍命救我。这本兵书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我家中收藏了无数兵法，这本与我收藏的相比再普通不过了。那算了，毕竟是陈公子的心意，我还是收下吧。这是什么天下奇书啊？这里面每一句都道尽了行军打仗的精髓啊！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兵圣，用毕生心血写出来的兵法，当然是神作了。检测到当前的楚凌霜符合绑定条件，宿主是否绑定？绑定，绑定成功。将军，10万斤粮草已全数送抵边关，我军士气大增，打了一场大胜仗。朝廷知道你负伤之后，让你安心休养，等伤好之后再回去复职。楚将军便在这儿安心养伤。好，在这里等我。我要是有什么不懂，我只是想请教这本书，没别的意思啊。你舍命救我，你在这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还有这本书，你有什么不懂的，都可以随时问我。好。楚凌霜爱一直加50，目前双船门开启进程50%。楚姐姐，你老盯着夫君看什么呀？书都拿反了。楚姐姐，你老盯着夫君看什么呀？书都拿反了。楚姐姐，我看你啊，不只是喜欢这兵书，更喜欢我们夫君吧？不如就给夫君做媳妇吧。是啊，楚姐姐，那不如一起伺候夫君做姐妹，多好啊！我是将军，哪能谈那些爱情啊？将军怎么了？将军就不能有自己的家室，不能有喜欢的人了吗？楚姐姐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你喜欢夫君，夫君也对你不一样，我们啊都接纳你，不要有负担。若陈公子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凌霜，你今天很美。你取笑我？我没有，我是说真的，以后我保护你，你再也不用一个人了。我相信你。
夫君，这次粮行开业，13000那些铺子都归了咱们。咱们陈氏商铺现在也是泉州最大的商铺了。以后整个大钱的粮食都得姓陈。我们走。公子，救救我们！有山匪追杀我们！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我们小姐是清河镇富商之女，公子今日若有相救，日后必有报答。我觉得这2名护卫的身手不像是一般富商请得起的。走，跟我走。这女子的身姿和气势，不像商贾之家里养出来的，倒像是宫中贵人。多谢公子和各位夫人收留，瑶儿无以为报。姑娘不必多礼，先安心养伤即可。你们从哪里来呀？我从京中来，家中落了难，父亲遭人陷害，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，想投奔清水县远亲，不想半路遇见那伙贼人。不知姑娘远亲是哪一家？这清水县的大户，我爹都认识，只知是未曾联络的远亲，好像姓张。清水县姓张的没有50也有100，估计难找。无妨，姑娘既然落了难，那先留下来便好，等伤好之后再慢慢找。多谢公子。夫君，我只觉得那位瑶儿姑娘不简单。你也看出来了？她身边的侍卫用的刀是宫中禁军所出，还有那个老嬷嬷，虽然穿着粗布衣裳，但形态走路就是宫里的管教嬷嬷。禁军护卫管教嬷嬷，她不是商贾之女。确实如此。而且她方才说过，她是从京中逃难过来的。看来京中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。我在军中曾听说过二皇子和太子争储，朝中暗流涌动。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既然落到了咱们这儿，咱们就静观其变。你放心，我会让手下人多留意宅院周围的动静。若真是如他所说，追杀他的人迟早会来这儿。找了多少天了，连个丫头片子都找不到。二殿下养着你们是白养的吗？曹公公请息怒，属下已查明，九公主被几个中仆护着，往清水县方向逃了。属下已派人暗中探查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二殿下说了，九公主身上带着传国玉玺，是先皇临终前留给她的。拿回传国玉玺，二殿下才能名正言顺的登基。所以你们也一定要把她给我活捉回来，拿回传国玉玺。禀公公，今日清水县眼线来报，一辆马车从州城回来，车上带着一名受伤的女子和几个护卫，往本县最大的粮商去了，陈浪的宅子。陈浪，就是那个扳倒了知州和13000的粮商？正是此人。据说此人与林知府是翁婿，和军方也有来往，在本县势力极大。真有意思，一个小小的粮商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。你们继续给我盯着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咱家还要亲自去会会这个陈浪。这位想必就是陈浪陈东家吧？久闻大名。阁下是？鄙人姓曹，从京城而来，想在本地做些小买卖。听说陈东家是手眼通天，本城的粮食生意都掌握在你的手里，在下想与你交个朋友。这是5000两银票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曹老板，这无功不受禄，您这是？实不相瞒，在下正在找一个人，一位年轻的女子，年方18、19岁，京城口音。咱们陈老板已是清水县的头面人物，若有线索，烦请告知。只要找到此人，另有重谢。找人好说。曹老板，你跟我说说这姑娘的详细特征。不过清水县虽然不大，但是人也不少，不一定能够找到。不急，只要陈老板肯帮忙，那就好。在下住在悦来客栈，如有情况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京城口音，
出手就是5000两，找的还是一个年轻姑娘，不用问，找的肯定是秦瑶。系统开启穿梭之门。哎，先生，需要点什么？我要一个窃听器，要最好的。这款只有纽扣大小，藏在衣服和饰品里，根本发现不了。不错，多少钱？一共3800。好，给我包起来。夫君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可以听到别人的心里话。灵儿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。夫君尽管吩咐。曹公公既然有求于我，那他必定有着自己的想法。到时候我请他进府喝茶，你扮作丫鬟，把这个东西粘到他身上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夫君尽管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陈东家，上次相托之事可有眉目？曹老板，找人这种事急不得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奴婢该死。无妨，今日告辞。曹老板，慢走。夫君，这是何物？这是手机，用处大着呢。咱家已经摸清楚了，那个小丫头片子就藏在陈浪的宅子里。曹公公，既然已经确定，为何不直接进去抓人啊？愚蠢！陈浪是这里的土皇帝，知府是他岳父，军营也有人，咱们这点人手，明着来讨不了好，所以咱们只能暗着来。明啊，你带人潜入陈府，除了九公主，其余人一个不留。你们都知道了。杨二姑娘，或者说九公主殿下，现在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了吗？父亲临终前给了我这道密诏，如果二皇兄有不臣之心，让我把这传国玉玺和密诏交给太子哥哥。二皇兄得知此事，当晚就发起了宫变，太子哥哥被杀了，曹公公一路追杀，我的中仆护卫一个个都死了，最后只剩下老嬷嬷和2个护卫护着我逃到了这里。二皇子弑兄夺位，天地不容。所以说，曹公公追杀你，并不是想要你性命，而是想要你手中的玉玺和密诏。陈公子，我知道，你若收留我，肯定会给家人带来灭顶之灾。你放心，若你为难，我明日就离开，绝不会拖累你们。谁说让你走了？我生平最讨厌受别人威胁，况且这曹公公还想杀我家人。就是，夫君说的对，既然已经卷进来了，咱们何故再出去？再说了，你是给先帝送诏书的，保护你是为人臣子的本分。陈公子，楚将军，瑶儿无以为报。感谢的话就不用再多说了，先想想明晚的刺客怎么办。我有8位亲兵，不过未必是那刺客的对手。咱们不用硬刚，咱们来个瓮中捉鳖。夫君，这是何物啊？这叫感应灯，只要有人靠近，就会自动亮起来。不用火，直接亮？不用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个给你用，它比弓箭更强，力道更大。可是这东西怎么用啊？我教你。这武器如此精妙，我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他们全杀了，曹公公咱们要活捉，他是二皇子叛乱的活证据，其他人格杀勿论。属灵双重败之加50，目前双城门开启进程50%。记住，进去之后分头行动，你们2个去后院厢房解决那些护卫，你们2个跟我去主屋抓九公主，1盏茶之内必须完事。是。
嗯，什么东西？有埋伏！曹公公，深更半夜闯进我家，不太合适吧？陈浪，你早知咱家会来，不然呢？你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在咱家身上做了手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捆了。九公主，你藏得太深了。曹公公，你助纣为虐，帮助二皇兄弑君夺位，你对得起先帝的在天之灵吗？成王败寇，二殿下登基是迟早的事，你们抓了咱家又有何妨？咱家已经给二殿下发了密信，告诉他你九公主就在清水县，用不了多久，大军定会踏平这里。大军有多少，我就收拾多少。哼，你一个小小的梁上，口气倒不小。你很快就会知道，我的口气和我的本事一样大。你们两个看好他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给你们带好东西。哟，陈老板又来了，这次想什么货呀？老板，给我来一把加特林，子弹的话1万发，另外再给我来一批火药。我靠，你这是要去打仗吗？差不多，有没有？有。这个可是最新款军用机枪，手雷还是高爆款的，一颗就能炸翻上千人。不错，多少钱？都是老顾客了，给你打折，一口价500万。行，成交。夫君，你让我们来看什么呀？各位看好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下子击穿5层木板，世间竟有如此之暗器。这叫枪，不叫暗器，你们可以理解为加强版的火药。拿着。这个叫手雷，也可以理解为加强版的火炮，一颗足以炸翻1000人。炸翻1000人，太好了！这样我们一定能赢二皇子。记住，咱们这些武器只能我们自己用，别人不能让他们知道。陈公子，你为大钱为我做的一切，瑶儿，殿下不可。陈公子，你是我大钱最后的希望，若能平叛，铲除逆贼，我秦瑶此生愿。检测到秦瑶符合绑定条件，宿主是否绑定？太好了，又来一个绑定。叮，绑定成功。大人，大事不好！城外30里处发现一支军队，约有2万人，正奔清水县而来。什么？2万人？整个清水县的守军不到50人，这如何抗敌呀？完了，如何是好啊？慌什么？2万人而已。贤婿，2万人呐，那可是咱们。岳父放心，让他们进来，我跟他们谈谈。谈谈？对，他们不是想要找公主吗？放话出去，让他们过来说我要跟他们谈和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找公主是他们最错误的决定。谁是陈浪？你就是叛军领头的？你！本将军收到消息，说九公主在你手里，愿意与我等和谈。将军这才亲自来一趟，说公主人在何处？本宫在此。公主殿下，二皇子殿下有令，只要公主交出玉玺和密诏，随末将回京。二皇子保证公主后半生荣华富贵，安享太平。荣华富贵？他弑兄夺位，追杀亲妹，也配跟本宫谈太平？末将只是个粗人，不会说漂亮话。实话告诉你，
我已率2万大军抵达清水县境，最迟不过明日傍晚就能踏平这座小县城。公主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。2万大军很多吗？一个商人懂什么军务？2万大军踏平整个清水县城，绰绰有余。刘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主力大军那边吗？将军，昨夜我军驻扎在30里以外，半夜突然遭到不明敌军袭击，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邪物，营寨被炸毁大半，弟兄们死伤无数，大军已经溃散了。不可能，2万大军一夜之间。刘将军，这只是开胃菜，你若不信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看你那2万大军是如何没的。末将愿降，求陈公子、公主殿下饶我等性命。刘副将，念你非首恶，又能幡然悔悟，本宫可饶你一命，但你要将功折罪。末将愿听公主差遣，万死不辞。第一，立刻撤兵；第二，写下二皇子谋逆的供状。末将遵命。还有第三，公主仁慈，降者不杀。但若有人还想为二皇子卖命，下场他们自己清楚啊！末将明白。陈公子，谢谢你，没有你，瑶儿恐怕只能以死殉国了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瑶儿此生无以为报。别哭了，你是公主，让人看见不好。在公子面前，瑶儿不想当公主。这份供状详细交代了二皇子如何策划宫变，还有公主手上的玉玺和密诏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老夫连夜上奏折，8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呈给太后和几位顾命大臣。陈公子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殿下不如现在寒舍住下，等京城那边有了确切消息，殿下再确定是否回京。好，只是公子以后莫要再叫我殿下了，就叫我瑶儿吧。瑶儿妹妹，你就安心住下，不用拘束。多谢姐姐。怎么了？陈公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看你面对刘副将毫不畏惧，那一刻我就在想，如果大钱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，那该多好。我只是个商人。你不是普通的商人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人。陈公子，瑶儿心里。我知道。请瑶儿已知加100，能量已充满，可开启穿梭一次。紧张？我从来没有。不用怕，以后你有我，你不是公主，我也不是臣子，我们就是一对普通夫妻。贤婿，好消息啊！老夫上报的奏折，朝中几位忠良老臣联名响应，二皇子的罪行已被昭告天下。如今太子殿下的幼子被老臣们推举为新君，新君特意在密旨中说褒奖我等护驾平叛之功。太好了！二皇子及其党羽已被拿下，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天佑大钱！贤婿，新君在密旨中特意提到了你，说你以一己之力护九公主周全，退叛军于城下，功在社稷啊！待新君正式登基，封为万福侯啊！功名什么的无所谓，只要天下太平，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行。如今叛乱已平，天下初定，但大钱积弱已久，百废待兴，咱们就不能守着这1亩3分地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夫君说的对，我们现在有粮有钱有人有兵器，完全可以大展拳脚。军队方面，我替夫君看着。咱们现在就有300多个人，再加上夫君给我们的武器，战力克敌上万大军。朝中夫君也不必担心，我可以从中胡选，为夫君争取更多的便利。
我爹那边也能在地方上做配合，家里的粮行和各项生意，我和灵儿可以打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陈氏粮行开遍大前的每一个州府，都不挨饿。宿主达成势力出城成就，奖励宿主自由创造古今，不再受能量所限。从此大前就是我的天下了。